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今天呢，我们来拆解一个所有当主管、当老师，甚至是为人父母都一定会遇到的痛点。到底要怎么去面对那些尖锐甚至带有攻击性的负面回馈？这可不是一碗心灵鸡汤哦，这是一套来自台大资深教授的实战手册，教我们怎么从批评的刺耳声里面提炼出真正能够驱动我们成长的能量。好，我们直接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这是一句来自学生教学评鉴的留言，上面就写着：希望你不要再自以为幽默了。你想象一下，这句话是不是就像一根冰冷的针，瞬间就戳破了你为了拉近距离所付出的那份热情？我相信，任何一个用心在做事的人，看到这种回馈，心里肯定都会揪一下，很不是滋味。但真正有趣的地方来了，收到前面那句尖锐批评的这门课啊，他在5分满分的总体评分里面拿到了高达4.77分，这绝对是一个顶尖的分数了。这就带出一个很核心的矛盾了。明明整体的表现非常出色，为什么我们的大脑却总是会被那些不到5%的负面声音给死死的抓住，甚至还会因此感到受伤？这就是人性，也是我们今天要一起来拆解的核心问题。好，在我们被自己的情绪淹没之前，我们先退一步，用一个分析师的视角来诊断一下问题。为什么明明是为了让事情更好而存在的沟通机制，却常常会失灵，甚至变成互相伤害的武器？好，接下来这个关键点呢，值得你放慢来思考一下。要解决问题，第一步永远都是搞清楚系统性的根源在哪里。从这位教授多年的经验里面，我们可以归纳出沟通失败的3大系统性病因。第一个是信任基础太薄弱，第二个是严重的资讯不对称，而第三个则是巨大的期望落差。这3件事情它是环环相扣的，就像一个会卡住的齿轮一样，构成了一个很难挣脱的负面循环。我们先来看第一个，信任薄弱。从这位教授的观察中，我们看到一个非常真实的状况，有学生直接向他反映，觉得助教们好像都在整他们。从学生的视角来看，助教严格的评分是一种刻意的刁难，但反过来看呢，教学团队也可能会觉得，这些学生什么都不懂，还乱放炮。你看，当双方都预设对方是抱着恶意的时候，任何沟通都只会是火上浇油。接下来我们深入到第2个关键点，资讯不对称。这是一个非常核心的视角差异。对老师来说，设计一门课就像在解一个有条件下的最佳化问题，他必须在有限的时间、有限的助教资源，还有教学目标之间去做出最有效率的平衡跟决策。但是从学生的视角来看呢，他们的需求往往是无条件的最佳化，他们只看得到自己心里面那个最完美的理想结果，却不了解背后其实有重重的现实限制。这就很自然地带出了第3个问题，期望落差。一个非常认真的老师，往往会对学生的潜力有极高的期望。那学生呢，也常常对老师抱持着超人一般的想象，好像老师都不用做研究，不用开会，只需要全天候待命一样。当双方的期望都像是2条永远不会交汇的平行线时，那失望就变成了唯一的焦点，而信任的裂痕也就跟着越来越深了。好了，诊断完问题的根源之后，接下来我们就要进入最核心的部分了。面对这一切，我们到底该建立什么样的心态？这是一个违反直觉，但却极其强大的一个思维模型。这个核心的心法叫做不在乎的在乎。这听起来有点矛盾，对吧？是什么意思呢？首先，我们要意识到一件事，你会因为负评而难过，这正就代表你在乎这件事。换个角度想，学生愿意花时间写下那些尖锐的评论，其实也代表他很在乎这门课。所以双方的在乎其实是沟通的起点，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关键在于我们要聪明地去在乎，而不是过度反应，不是想要去讨好每一个人，而是要有策略性地去回应这份在乎。
当我们把心态校准了，接下来就可以来看具体的行动手册了。下一步，我们就要把这个心态转化成一套可以实际操作，而且能够建立正向循环的行动框架。整个行动手册其实可以浓缩成一套非常清晰的准则。我们该做的有3件事：积极的展现关怀，有效的进行沟通，还有勇敢的做出改变。同时，我们也绝对要避免3件事：情绪化的过度反应，陷入人身攻击的泥沼，还有毫无原则的过度讨好。我们来细看一下该怎么做。首先，你要主动沟通，让对方感觉到你在乎。比如说，公开回应每一条教学意见，就算你没办法完全照着做，也要花时间解释背后的原因。这里有一个非常关键的实战心法，与其承诺10件你做得到的事，不如挑出1、2件你真正能做到的事，然后确实执行它，并且在下一次一开始就告诉大家，我们做的哪些改变。这能非常有效地建立信任，同时缩小资讯和期望的落差。那至于禁忌呢？第一，不要掉进对方言语的陷阱。面对那些挑衅的字眼，保持冷静，但绝对不要正面冲突。这就带出了一个更进阶的技巧，把对方的情绪爆发当作一个教育的机会，而不是把它看成一场战争。听听这个故事。这位教授曾经花了好几封信的时间，跟一位用词非常激烈的学生沟通。他最终的目的不是为了争输赢，而是为了引导他去学习用更成熟的方式来沟通。最后，坦然地接受一个事实：你永远都无法满足所有人。这份坦然能让你从那种想要讨好所有人的枷锁里面解放出来。当我们掌握了心态与方法之后，那些尖锐的批评就不再是纯粹的攻击了，它反而会变成一份虽然有点带刺，但却极其宝贵的礼物。它是可以被转化、被升华，变成一个驱动双方共同成长的催化剂。我跟你分享一个非常棒的真实故事，可以完美的印证这个观点。另外一位法律系的教授曾经在课堂上不经意地说出神经病才会这样做。后来一位同学私下写信跟他反映说，这句话可能会加深对精神疾病的污名化。这位教授不但没有生气，反而立刻接纳了这个回馈。从此之后，他在用词上就变得非常谨慎。几年后，他收到另外一位学生的感谢信，称赞他是少数在言论中充满包容跟尊重的老师。你看，一个负面回馈，最终促成了一段意想不到的正向成长故事。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面对负面回馈，这套实战手册的核心精神，其实可以用8个字来总结：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如果批评是对的，那我们就虚心改正；如果批评不适用，或我们暂时做不到，那就把它当做一个提醒自己要保持勤勉的动力。这不仅仅是一种沟通技巧，更是一种成熟而且强韧的人生智慧。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